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最近我在看玩家社群反馈的时候，看到这个东西，很少会看到有玩家反对多于支持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玩家讲了什么东西。这位玩家提议做一个比较短的 KVK， 他说现在的 KVK 要等到1个星期或者是1个月左右，实在是太长了，没有办法让创作者制作更多的内容跟影片。他说 KVK 的时间只是需要1个星期就可以了，也就是说第一天进入的时候就是关卡4，通常关卡4会有战争啊。也就是说我们第一天进入失落之地就要打架了，然后第2、第3天关卡5、关卡6开放，第4天打黑暗祭坛，第5天通常是皇庭或者是关卡7要打关卡的时候，第6天关卡8开放，通常是皇庭，第7天就是最后的战争。就这样子1个星期的战斗就结束了。那他下面还做出一个总结，他说更短的 KVK 等于更多战争，等于创作者更多的内容，等于鼓励更多玩家来玩万国觉醒。我们先不要提这个玩家提出的总结到底是不是正确的，假设我是官方的话是肯定不会批准这样子的东西。只有7天的时间，我要怎样把水晶科技放在这个地图里面呢？难道每一天都出现戎马关山吗？那假设说每个王国都是这样子打 KVK 的话，至少1个月会出现2次 KVK， 这个时候玩家的钱包能不能承受得住呢？我觉得到时候会分成2种玩家，一种就是什么都买，钱很多的玩家，或许有一些玩家会像这个玩家提出的想法这样子啊，氪金丢钱下去，打完之后爽了之后就结束了，完全不会在乎到底丢了多少钱下去。另外一种玩家就是反正只是打1个星期而已，只有7天时间，我为什么要丢钱下去？然后这种玩家就完全不丢钱下去氪水晶，甚至也有可能装备军器那些全部都不搞，反正1个星期罢了，又影响不大。而且打1个星期也就等于说只有2天是休息日，其他全部都是工作日，你觉得玩家会花时间去打吗？并且更短的 KVK 时间，速度更快的话，你要打的时间就会越长。像现在我们的地图开放时间都是要隔差不多8天、1个星期或者是10天以上才会开另外一个关卡，所以在中间这段时间呢，可能你打前面2、3天之后，后面就比较悠闲一点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，可以暂时休息一下。但是如果你根据这个玩家的列表去打 KVK 的话，你就整个星期都要打架，打到 KVK 结束为止，甚至都没有办法休息的那一种。让我做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八方逐鹿，你要打2边的关卡4之外，然后关卡5开放了，你要走进去关卡5，关卡5结束，关卡6开放，你要回去守，接着去打黑暗祭坛，打完黑暗祭坛第2天就要去打皇庭了。像这样子的地图开放，你们能够承受得住吗？我觉得唯一能够休息的时间应该就是开黑暗祭坛的时候，其他的时候都要从头打到尾，而且只有1天的时间，你很难把旗帜全部都建好。所以虽然说这个玩家提出短 KVK 有个人的想法啦，我觉得这个想法也不是说不可以的，但是要实践起来的话很不科学，我觉得官方跟玩家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。而且我认为这样子进行 KVK 比起那些先锋王国高强度的 KVK 还要更惨，会更加的辛苦。但是事出必有因，玩家为什么会想到短期的 KVK 呢？还是因为这个游戏花太多时间了，不管是打 KVK 的时候，休息时间、报名时间，全部都太拖时间了。在这么长的等待时间，慢慢消磨了玩家的热情，所以才会想出用这种短期的打法。而且我觉得官方他们自己也是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了。最近你们有发现到吗？官方不管出什么贴文，基本上跟全球巅峰赛有关系。我个人认为官方现在的重心并不是放在 KVK， 而是移过去电竞。会不会有可能官方想要把联赛发展成类似像 Dota、LOL 这样子呢？可能会搞一个场地，然后让双方35个玩家进场。想起来是很容易，但实际做起来我觉得不太大可能。不过官方他们会这样子想也不是没有理由，因为你们可以做个比较，假设是 KVK 跟联赛，你们会比较容易关注哪一边的赛事呢？ KVK 也比较耗时，而且通常看 KVK 都是看一些先锋战局，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先锋王国很难匹配成功，就像上一次365、1093、960、1034的那几个王国匹配的问题，就拖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好几个月才匹配成功。但是已经分成2组，365跟1093打，960跟1034打。重点是现在就算是匹配成功了，那你们可以看到960跟1034的那一场 KVK， 每一个王国都是先锋，但是打仗出来的效果已经不如之前那么刺激了。甚至到皇庭的时候，除了第一天之外，其他的时间感觉都不像是先锋王国在打仗这样子。
没有当初365打960那一场这么热血了。而且可能有些观众不知道，最近又有匹配失败的案例了，1846跟1175。最近又有仙福王国他们去报名英雄战歌，但是英雄战歌有迷雾，打的时间就比较短。比较刺激的时候就是在关卡4跟皇庭而已，就2个门口，其他的时候都是没东西可以看的。但是换作去联赛就不一样了，只是需要花玩家1个小时的时间去看联赛，打的时间又短，而且双方的账号都是一致的，有竞猜热血，玩家又比较关注。但是如果官方真的把重心放在这里，或许是好事情吗？而且除了全球巅峰赛之外，其实我觉得之前奥林匹亚之巅官方也是有打算要推广了，但是有太多的玩家觉得奥林匹亚之巅不好玩，或者是浪费时间，所以选择了放弃奥林匹亚之巅。但是官方其实并没有放弃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在之前3周年的中国线下见面会的时候，我有提到这个东西，联盟峡谷战。这个简单来说就是拿联赛、日落峡谷、失落峡谷还有奥林匹亚之巅全部融合在一起变成的一个合成怪。我不排除官方有可能之后推出这个东西变成联赛，变成电竞赛事。如果真的变成这样子的话，你们觉得能不能接受呢？万国觉醒其实它最大的特点还是在 KVK 打仗方面。假设 KVK 已经没有玩家去玩了，那么官方要通过什么方式去赚钱呢？那我觉得如果是每个玩家他们都要打这种电竞赛事，要打这种比赛的话，首先一定要觉醒统帅，所以还是一样回到统帅那边赚钱。像一般的玩家不是打比赛的那一种呢，官方都是不会提供账号给你的，你就要把军器装备全部都搞上来，这样才有可能打赢对方。你们可以理解为官方推出这个东西之后，不是 KVK 而是联盟打联盟了。其实这个画面上是可以看到时间的，但是我不确定这个时间的看法是不是正确的。30天22个小时8分钟23秒，他这里写的时间是倒数时间来的。这一玩法我们就要请大河那边自己做解说了。联盟峡谷战是一个暂定名哈，它是以联盟为单位，以联盟为参赛单位进行的1对1的跨服的匹配的联盟战斗，以日落峡谷的玩法作为战斗的玩法，以 GVG 的活动作为一个核心的匹配的机制。活动要求双方的联盟成员互为攻守来夺得对方的旗帜。大家现在看到的5颜6色的是橙色、蓝色和绿色的，就是我们正在规划中的旗子的样子。来，最后会2个联盟匹配到一起之后，会根据旗帜的多少来决出最后的胜负。当前正在开发和测试当中。那肯定的，这种活动推出之后，官方不太大可能马上就变成一些联赛，变成电竞的，它需要玩家适应一段时间，就像我们之前玩 IG 那样子。打了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变成联赛。这里我就问一下各位，如果是 KVK 跟这种联赛赛事或者是电竞之类的，你们会更喜欢哪一种呢？因为我也问过一些其他的大佬，他说如果变成这种电竞赛事的话，那他为什么要花钱在这个游戏上面？他花钱在这个游戏上面就是为了打 KVK， 让大佬跟平民玩家之间有差异，这样才会让他们觉得丢钱下去是有意义的。假设变成电竞赛事，他花的那些钱只是打可能1个小时之后就结束了，但是没有装备你就没有办法打到总决赛。就比方说像奥西里斯联赛这样子，你要有更好的装备，更高的 VIP 点数，有更多的统帅才可以打到这么后面去。对于一般的平民玩家来说，我都没有这些钱，都没有准备这些东西，我要怎样打到总决赛去？但是打 KVK， 就算我没有氪金，没有氪水晶，没有去弄装备军器那些都好，但是我在一个不错的 CD 主王国至少打于胜利。但是变成这种电竞赛事之后就完全没有机会了，难道要永远在最后一个赛区打吗？那当然以上全部都是我个人的观点，因为我也不能确定官方是否要往这个方面去发展。换位思考，如果我是官方，以官方的角度去想的话，把全心投入在 KVK 好像也不现实，全心投入在赛事竞赛的话又好像不容易做起来。所以说这一次的全球巅峰赛呢，算是官方的一个试水温。如果这个全球巅峰赛做得好的话，有很大可能之后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了。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